在您的临床上面，大概哪一种就是造成睡眠睡不好是最多的？其实我们睡眠跟遗传有很大的关系，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的时间去睡觉。有研究发现，很多人在唱诵一个佛号的时候呢，教会里面唱诗歌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的磁场的能量它是很强的。医生，我可不可以挑战你一下？假设这些病人他都做了，结果还是睡不着，怎么办？那就要看医生。我自己也有写了一本伸展的书，躺着伸展以后啊，我发现呢，我竟然拉一拉就睡着了。失眠呢，其实跟肝脾肾是非常有关系的。如果呢你睡前有不开心，或者是有很多心事的话呢，你不妨可以做一下这套运动。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，我是 Amber。那天我在网络上呢看到一个统计，就是说台湾上班族购买最多的保健品，竟然就是 B 群。那我相信会想要购买 B 群呢，应该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的上班精神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就跟睡眠是非常有关系的。为什么睡觉没有办法帮助你恢复精神呢？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就是怡生中医诊所的吴宏前医师。吴医师您好。大家好。吴医师啊，我曾经有看到有一个朋友呢，假日睡了12个小时。但是呢，隔天早上呢，他还是没有精神，睡不饱也有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的疾病，像是说贫血啦、甲状腺疾病，或者是糖尿病、慢性疲劳、睡眠呼吸中止症，或者是忧郁症。那其实，在您的临床上面，大概哪一种就是造成睡眠睡不好是最多的？其实我们睡眠跟遗传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，爸爸妈妈他本身有失眠的问题，结果小朋友也会有失眠的问题。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，就是像呼吸暂时终止。呼吸暂时终止，大家睡一睡以后，他会停止呼吸。他因为悬雍垂的关系盖住啦，或是因为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东西，他没有办法呼吸，然后过一会儿以后，他才会恢复呼吸。然后他的睡眠一直被中断，然后一直他大脑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，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深度睡眠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压力，情绪的压力，比如说像躁郁啊、忧郁啊、恐慌的这些病人，他情绪的压力，然后造成他的失眠。然后我们发现，在门诊里面呢，常常会有病人，就是他最大的就是担心他自己睡不着。他躺下去，他看到床他就开始害怕了。有很多病人是这样子哦，他现在看到床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睡不着了。对，所以他看到床就开始害怕，那躺下去他就担心睡不着，所以常常整夜没有睡觉，然后再来就会恶性循环，就会造成的忧郁呀，造成的恐慌的一些问题。现在的压力真的蛮大，好像蛮多真的是因为压力的关系造成没有办法好好睡觉这样子。对。但是我们在职场工作上面，我们真的很需要睡眠啊。我们怎么样？就是说，不是只是身体得到休息，这个大脑就是。照理说，睡完觉大脑就会好像重新开机，让你隔天还可以重新运作。但是如果睡不好的话，我真的大脑就没有办法运作了。那这个怎么办呢？像我有一个失眠特别门诊，就是说失眠特别门诊，对，因为失眠特别很多人，那我会写一个卫教单给他了。那我里面有几个就是建议大家的，就是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固定的时间去睡觉，千万不要说我今天有事的话，我1、2点睡，可是我没事的时候10点睡，这个就是打乱了我们的生理时钟。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中医里面比较强调的叫做睡子午觉，就是我们在中午11点到1点，或是晚上的11点到1点这个之前呢，睡一个觉是比较好。那也跟现代的医学生理时钟有一个很大的关系。我们发现有很多人，比如说他有时候2点睡，然后1点睡，然后12点睡，结果他今天没事了，他想10点去睡，他睡不着，因为平常已经习惯那个时间了。对，他睡不着了。所以我们的史丹佛大学跟日本的睡眠中心，他们做一个研究，就是说长期在1点睡的人，你要慢慢提前到10点的时候，你不能一下子提前到10点睡，你要1个礼拜提前15分钟，1个礼拜提前15分钟。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固定的时间去睡是最好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健康养成很重要。对，睡前我们可以做一些动作，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中心温度跟体表温度急速的让它降低到一样。比如说我们先泡脚，那就是对
我们建议在睡前的1个小时呢去泡脚。那泡脚大概是40到42度，然后大概泡15分钟就好了。本身脚上面就有很多的安眠的穴位，像涌泉啊，像太冲，这就是安眠的穴位。三阴交也是。然后泡脚完了以后呢，你在床上的时候呢，那你脚的体表的温度慢慢降低，然后跟中心的温度降到一样的时候，是很快可以进入睡眠状态的。从高温然后慢慢降到低温，这样子的方式是。对，帮助入睡。对，你看有很多人手脚冰冷的时候，他很难睡。对。所以泡脚是一个很好的进入深度睡眠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听说慈禧太后也是靠泡脚睡觉。是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一个音乐，对他们现在有研究深度睡眠的音乐，比如它可能还有合并这个拍打的声音啊，或是一些深度睡眠的声音，所以我们自己可以去网络上去抓一些深度睡眠的音乐。那另外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些仪式，比如说。我们养成一个固定，让大脑静下来。你千万不要在这个睡觉前看一些很刺激的动作片啊，或是很伤心的这些影片，情绪起伏太大的，绝对不要去唱歌。所以很多人在 KTV 唱完以后回去会有2-3个小时是没办法睡觉的。所以。我们要让心情安静下来，你可以看书，或是做一些简单的瑜伽。那很好的就是做一些伸展，因为伸展本身就有放松我们的神经跟肌肉。我自己也有写了一本伸展的书。医生写的书很多，连泡脚也可以写一本书，下次要来问一下。因为我本身自己有坐骨神经啦，然后呢，我自己拉了大概每天大概拉30分钟，结果自己把坐骨神经拉好了，然后我又治好了大概上万人次的那个坐骨神经痛，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《一招伸展》。躺着伸展以后啊，我发现呢，我竟然拉一拉就睡着了。所以，对我常常在教病人，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做一些伸展的运动，然后不但治疗了我的坐骨神经，而且也治好很多病人的这个失眠的一些问题。伸展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做瑜伽的伸展，或是一般很简单的做伸展就把脚跟手把它拉直，或是任何的一个伸展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伸展了，你就会打哈欠了。有这个经验。对，你做伸展的同时呢，慢慢的做深呼吸。那大家做深呼吸的，其实不要太急，那也不要说什么鼻吸嘴巴吐，全部都是鼻吸鼻吐。那很多书上会写说做腹式呼吸，那可是很多人又太担心不会做腹式呼吸，担心就想太多了。对，所以做简单的就是简单的往上拉，然后脚把它伸直，然后慢慢的鼻吸，慢慢的吸，然后慢慢的吐，然后做没多久你就开始打哈欠，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就是睡觉的环境一定要非常的好，比如说我们的枕头跟床一定要很舒适啊。你如果枕头太高、枕头太低，或床太软太硬，它都会影响睡眠。然后一定还要避免一些干扰，比如说我们的咖啡啦、茶啦、烟啦、酒啦，避免到一些会影响深度睡眠的这些干扰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叫做运动。比如说对运动，尤其是在早上或傍晚的运动。那切记不要在睡觉前做运动，因为睡觉前做运动的话，它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，所以会让人家很不好睡。就好像我刚刚讲的，睡觉前的唱歌啦，睡觉前的运动都非常不好。那很多病人他说。他晚上呢会出去外面散步，我说不要了。以我们中医来讲的话，阳气白天比较盛，可是晚上阴气比较不好。那另外讲玄学的方面，那就更不好了。那会遇到阿飘。对，那甚至法国的医师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真正快乐的处方》。他说我们只要在有太阳的时候呢，去公园、去绿地的地方然后去走路，大概15分钟呢，它就会调整我们的心情，也会让我们晚上呢比较快进入这个深度睡眠的情形，而且照太阳褪黑激素会减少，然后到晚上再出来就会更好睡觉。对，最后一个就是你不管你信哪一个教你是耶稣基督你就想耶稣基督，你是天主教你就圣母玛利亚，你是佛教你就是比如说阿弥陀佛或是观世音菩萨，或是你是道教你就玉皇上帝或是关圣帝君都可以，你只要想一个这个佛号，因为有研究发现，很多人在唱诵一个佛号的时候呢，教会里面唱诗
诗歌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的磁场的能量它是很强的，非常好的一个磁场，安详的一个磁场。然后像我自己呢，我有念佛号佛经，所以我自己是想着这个南无观世音菩萨，然后我大概深呼吸，大概吸跟吐大概10次以内一定会睡着，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着看看，不管你信哪一个教，那你自己没信教，你就想你自己的名字就可以。反正就是要让你的思维变得很简单、很平静。对，因为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，当我们专注力在深呼吸的时候，还有我们专注力在想这个你的名字或是你的一个佛号的时候，你会忘记是担心你睡不着这件事情。医生，我可不可以挑战你一下？假设这些病人他都做了，结果还是睡不着，怎么办？那就要看医生。那医生会给他用什么方法？例如说，西医它有西医的药嘛，那中医我们就是用针灸，还有用中药来治疗。对，医生也有研发一个乾坤穴入眠法。对，我在很多的媒体我都有讲过，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耳后呢，这个翳风穴最平的到头发，这个叫风池穴。然后呢，这边布满了安眠1、翳明、安眠2跟这个风池穴。那这里5个穴位呢，我们其实擦个薄荷或是轻轻的这样子按摩，我们用手轻轻的这样子按摩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或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印堂穴，我们把薄荷插在印堂。那有一些人怕这个薄荷的味道，你就用这个手指呢，轻轻的在这样子揉就好了。只要用手揉就好。对，用手揉就可以了，都有用。这样揉还可以消掉这个额头的这个川字纹，因为我自己事情太多太繁杂，所以我自己额头的这个川字纹都快跑出来了。我觉得医生今天真的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建议，怎么样就是能够达到深度睡眠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生理时钟的控制很重要。对，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就是说熬夜个1、2天没什么，这个可能之后就会乱掉了。不是不报，时间未到。这好像是，这是用在这边吗？是都可以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？刚刚医生说这个深拉，睡前的深拉是很管用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样做睡眠前的深拉活动。失眠呢，其实跟肝、脾、肾是非常有关系的。脾的话呢，就是胃不和则卧不安。上次呢，我们有教过，如果晚上吃太多的话呢，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胃部的这个运动呢，来促进肠胃蠕动，让你好睡觉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教大家如何舒展肝经络。如果呢，你睡前有不开心，或者是有很多心事的话呢，你不妨可以做一下这套运动。那肝经络它是经过哪些地方呢？肝经络它主要分布在我们的这个大腿的内侧，还有就是我们侧身的这个部分。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拉的就是大腿的内侧，还有就是我们旁腰的地方。那第一个动作呢，要教大家的是做跨腿压。那我们先把右脚伸出来，然后你的脚尖勾着。那另外一条左腿的话呢，就是呈现弯的这个姿势。然后在你背打直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把身体往前倾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一个8拍下去，一个8拍上。这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尽量能够贴到地就贴到地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有被拉到的感觉，那你就做对了。所以呢，一个8拍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这样子呢，我们可以重复做5下。那接下来呢，再换腿，也是一样，把左脚伸出去，然后脚尖要往上勾，然后右脚呢就是贴着我们的大腿，然后往前，一个8拍下，然后一个8拍上。你要觉得就是这个地方呢有被拉到，那你就拉对了。那第二个姿势呢，要教大家的做的是蝴蝶撑。蝴蝶撑呢，就是我们把2个脚底相对，然后呢，能够尽量往身体内侧拉，我们就尽量往身体的内侧拉。然后呢，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背也是在打直的情况之下做这样子的动作。这样子呢，也可以拉到你这边的筋。对，所以就是这个比较简单，就是来回做个15下。这是第二个动作，叫蝴蝶撑。
那第3个动作呢，就是在蝴蝶撑的这个基础上面呢，我们把身体往前倾，那也是一个8拍下，一个8拍上，然后尽量能够让下巴能够碰到地，我们就尽量往那个方向走。然后也是一样，背要打直，在下去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是圆背的这样子的姿势。好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然后在一个8拍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你会觉得是这边是非常非常的酸的，对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可以做个5下，尽量能够往前勾就往前勾。那主要就是在背打直的情况之下去做这个姿势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第3个姿势，就是在蝴蝶撑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往前伸，那它一样可以拉到我们的肝经络。那第4个姿势呢，就是我们刚刚讲说肝经络它其实在旁腰的地方，所以呢，最后一个呢，我们就是非常简单的盘腿坐了以后呢，我们把双手打开，然后在双手成一直线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把右手往上抬。在抬的过程当中呢，你不要耸肩，只是单纯的就是做往上抬的动作，然后去拉你的旁腰，能够拉多少就拉多少，尽量把它拉过来。然后一个8拍下，然后一个8拍上。然后接下来换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再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一样，我们连续做5次。好，那以上教的呢，就是我们睡前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透过伸展我们的肝经络，然后让这个觉呢能够睡得比较好。